大家好，我是肥丁，我會用葡萄葉種來制作不酸的酸麵包，帶寶寶們把全過程走一遍，並來一次深度復盤，分享我這1年來探索野教的收穫。在開始之前，別忘了先關注我，順手點個讚，收藏一下嘍。葡萄葉種可以直接用來做麵包饅頭，占麵粉重量的20%到30%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原來的食譜是这樣的，改成葡萄酵液的話，就会变成这樣。我們是用麵粉來計算葡萄酵液的用量，而不是套用商業酵母的比例。商業酵母穩定可控，一切有公式可循，但野生酵母是活的，它的活力會隨時間、溫度、餵養次數而不斷變化，就像人一樣，人人都有5官4肢，但性格體質各不相同，你無法完全預測它的發酵力，只能透過實際操作去理解它的個性。你的酵母實力如何，只有親手做過才會真正知道，那豈不是無法預測發酵時間嗎？沒錯，這正是野生酵母的挑戰，你不能像商業酵母那樣精準計算時間。我想到一個辦法，就是來一場提前演練。我會先做一個波蘭種，透過觀察波蘭種的起種速度，提前摸清你家酵母寶寶的活力和爆發力，讓你對後續煮麵團的發酵節奏更有掌控，不再盲猜。波蘭種是麵包制作中的一種發酵麵團技巧，把部分麵粉、水和酵母提前混合發酵，再加入煮麵團中，幫助麵包形成大孔洞的組織，讓麵包更保濕、柔軟，不容易變硬。等量麵粉與葡萄葉種混合均勻，一定把所有的麵粉與水徹底混合，但無需過度攪拌，室溫發酵即可。在培養瓶上套一個丁腈手套，你會更直觀地看到2氧化碳充氣的過程，輕鬆判斷發酵狀態。在培養波蘭種的同時，我們要給葡萄葉種也做一次疊加培養，更換新的葡萄乾和礦泉水。具體操作方法，歡迎去主頁搜葡萄葉種的視頻觀看。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記錄到達峰值所需要的時間。波蘭種的體積會膨脹到原來的2到3倍高，觀察表面最高點，當它停止升高，並把手套充滿了氣，我們稱之為峰值。在開始回落之前的酵母活力最旺盛，當它開始微微下降的時候，就是收種的信號。如果已經明顯塌陷，則為時已晚了。用野生酵母培養，搭配不同的麵粉、溫度、濕度，每一次的時數都會有變化。我這裡用了法國麵包粉跟美國 Bob 2種麵粉做對比，法包粉的面筋比較弱，升得不高，美國 Bob 用了10小時到達峰值，法包粉還在努力。通過波蘭種的表現，我們就能預測麵團膨脹速度、大小和高度了。唯一的缺點就是這個數據只能用1次，因為每一次都不會一模一樣的。我喜歡用法包粉做波蘭種，喜歡它的麥香和柔軟，但它的面筋比較弱。這一瓶只長大了1倍就不再長高，就代表它已膨脹到頂點。你看它表面和底下充滿大大小小的氣泡，用沾水的勺子拉開表面，會看到內部充滿了蜂窩狀的網狀結構。波蘭種發酵完成之後，放在冰箱降溫1小時，就可以直接加入麵團制作麵包了。若沒有立即使用，可以將波蘭種存放在冰箱冷藏，並在24小時內使用。在室溫大約攝氏23到24度，我們得到了7個小時到達峰值的數据。接下來我就在7個小時內完成拉疊和基礎發酵。做了1年的野生酵母歐包，我發現精度一強一弱的2種麵粉搭配在一起，終於做出了我最喜歡的口感。新手建議先做強筋麵粉，等熟練了再嘗試不同的麵粉組合。接下來我會結合水合法和拉疊法，讓麵團輕鬆形成足夠的筋度與網絡結構。煮麵團，我用美國的高筋麵粉，把麵粉與冰水在盆裡攪拌成團。從剛才培養波蘭種的過程中，你就能看到它的筋度比法包粉強，彈性和韌性都很好。這種強大的支撐力能讓麵團爬升得更高，也更容易揉出薄膜。用這種麵粉做出來的麵包，口感緊實有嚼勁，只是成團就好了，不用過度攪拌。蓋上盤子，放進冰箱，靜置水盒最少2個小時。水合完成後，從冰箱取出麵團，你看麵团中的蛋白質和水已經自然結合產生麵筋，我覺得它的膠感有點重，少了點鬆化的質感，所以搭配法包粉做的波蘭種互補優缺。
這時候的面筋拉開邊緣有鋸齒，很容易斷。這個階段我們可以用廚師機進行攪打。加入波蘭種，然後分2到3次加入葡萄酵液。我們從加入葡萄葉種開始計時7個小時。野生酵母不怕冷，只怕熱。我在攪拌缸外貼了個冰袋，這樣就不用擔心麵團升溫太快，也不用頻繁進出冰箱降溫了。我們從低速3檔開始攪拌，每3分鐘左右停下來檢查一下狀態。剛加入酵液的麵團會很濕黏不成形，這都是正常的。切記要把麵團溫度控制在攝氏24度以下，超過了要放回冰箱降溫，否則面筋會越打越爛。等它初步抱团後，我們第2次加入酵液，繼續用低速3檔攪拌，直到液體完全被吸收。我喜歡用機械輔助，增強面筋的韌度，讓充氣的時候更有力撐起面團，減少面團拉疊的不確定因素。打面團真的不能心急，等到面缸周圍沒有爛面，就可以提速到6檔。這時候一樣要保持耐心，每3分鐘停下檢查，才不會把面團打過頭。現在已經打了一共30分鐘，攪拌鈎提起來的時候，看到面團表面光滑，但一拉就斷，缺乏延展性，這就是加入鹽水的最佳時機。鹽會抑制發酵，在差不多完成的時候才加入，把鹽融化在水裡，讓麵團更均勻的吸收。用低速3檔攪拌1分鐘左右，讓鹽分均勻分布。等面團完全吸收鹽水，就可以停機了。靜置2分鐘之後，我們來看看面團的筋度。低溫長時間發酵的歐包不追求極薄的手泡膜，但要充滿彈性，延展性足夠好。當你把面團撈出來，能輕鬆拉開一層不易破的薄膜，而且薄膜破了之後，洞口邊緣光滑完整，沒有鋸齒，那就說明這個面團已經準備好了。面團在加入酵液的時候已經開始發酵了。高含水量的面團剛出缸的時候非常濕黏軟塌，幾乎沒有什麼支撐力。這時候我們就要請出拉疊法，用一種溫柔的方式幫面團建立起立體的網狀結構。手沾點水，從面團四周輕輕拉起來，往中間包覆。一開始你會覺得它鬆鬆散散的，沒什麼力氣，別擔心，慢慢把整個面團抱成一個圓潤的球狀，然後讓它靜置休息大約1個小時。1個小時之後，你看面團鬆弛攤開了，我們可以做一個層壓貼合。在工作台上噴上少許水汽，防止粘黏。把面團盡量拉開整平，盡量把面團拉到最大。透過一次次溫柔的拉伸與折疊，把鬆散的面筋重新排列，編織成堅固有彈性的立體網狀結構，成為撐起面包的鋼筋骨架。這個過程不只建構精度，還會溫和地擠出大氣泡，把氣體重新分布成更細膩的小氣泡，同時帶入新鮮氧氣，讓酵母保持活力。這樣做出來的歐包內部才會有大小不一的美麗孔洞。然後好像折棉被一樣，拉得夠薄之後，在1/4的地方開始折疊，由左至右，然後再上下對折，然後靜置大概1個小時。使用野生酵母的面團，它的面筋組織相對較弱，加上發酵時間很長，很容易變得癱軟，向四周擴散，不容易包覆氣體，直接影響到面包最後的膨脹高度。所以我先抱團去收緊面筋組織，再用層壓貼合建構骨架。這個時候面團開始充氣了，內部充滿了細密的氣孔，這些氣孔非常嬌貴，一旦受到外力就很容易受傷。所以在層壓貼合之後的每一次拉疊，都不能做拉扯排气、擀面摔打的動作了。我們只需要用手指輕輕地從邊緣把面團抱起來，溫柔地向內捲起，前後左右各捲一次，形成一個完整的圓就好了。拉疊還能讓面團內外的溫度和酵母分布更均勻，避免發酵不均，讓整個面團穩定同步的長大。
拉碟的動作看似簡單，卻是塑造歐包獨特外酥內軟口感與美麗大氣孔結構的關鍵所在。靜置1個半小時，你會明顯感覺到麵團的變化。首先是體積變大，它逐漸變得緊實有彈性，像充了氣一樣，摸起來甚至有一種力量，按下去把手彈回去的感覺。野生酵母做的麵包，它的按压回彈度比商業酵母高，口感也更 Q 彈，烘烤之後不容易變形。這時候我們繼續做4邊的爆碟，把它收緊一點點。刺穿大的氣泡，靜置1個半小時。現在麵團變得很圓潤，好像棉被圓滾滾，奶乎乎。做4邊爆碟。做到這裡，你可能有個問題：每次拉碟的時間究竟是怎麼算出來的呢？還記得波蘭種7個小時峰值嗎？這個時間就是我們規劃發酵的總預算。首先，培養波蘭種跟麵包發酵的室溫要相同。從加入波蘭種開始的7小時內完成所有拉碟。打麵團用了半小時，剩下約6.5小時。具體要拉碟幾次呢？這取決於你的麵團含水量和面筋的強度。含水量70%的麵團可以做3到4次拉碟。若超過85%，或加入了法包粉，可增至5到6次，一次拉碟配合一次靜置水盒。這個麵團我就做了5次，前2次短，充氣後可以拉長時間。有了波蘭種的預測，很少出現欠發或過發的問題。做出來的麵包氣孔和結構都很不錯。最後一次整形之後，我們做一個指壓測試，用手指輕輕按一下麵團表面，如果它立即回彈，代表內部充氣不夠。剩下30分鐘，正好再讓它充一會氣。時間到了，再測試一下，指坑會非常緩慢地回彈一部分，最終留下一個淺淺的、永久的凹陷。看到表面有許多細小氣泡，這樣就可以分割乳藍了。在需要分割的位置撒少許麵粉，我這裡的分量可以做2個。我一般1個月才做1-2次歐包。在烘焙歐包這一塊，我也是個新手，收包割包手法就不班門弄斧了，簡單的把麵團捲起來，然後前後收口。刀包裡面充滿了氣體，好像大力一點就會捏碎。捲起來的時候要稍微用力，但又不能過猛。這個 Q 彈的手感實在太治癒了。面包籃鋪上無紡布，內側平均撒上麵粉防粘，撒些粉把麵包翻過來，收口向上，然後再收緊一下，讓表面形成張力，這樣可以讓麵包膨脹得更高。輕輕搖晃發酵盆，你會看到整個麵團像一塊顫抖的果凍一樣輕盈的晃動，這說明麵團內部充滿了氣體，精度發展良好且充滿彈性。在麵包表面撒點麵粉，蓋上保鮮膜，防止冰箱偷走水分，就可以送去進行漫長的冷藏2次發酵了。低溫發酵的理想時間很有彈性，範圍通常在12到16小時之間。原本我計劃在上午烤包，因為家裡臨時有事，讓麵團發酵了將近15個小時，這依然在2發的接受範圍之內。我隨意劃一刀，好讓麵包膨脹開耳。烤歐包入爐溫度和蒸汽是靈魂，理想溫度是攝氏230度，蒸汽放到最大，才能有外脆內軟的口感。但我這台老戰友蒸烤箱已經服役10年，開設的時候有點鬧脾氣，溫度最高只到攝氏200度。在找到師傅維修之前，條件無法改變，就只能靠手動補救。入爐烤了3分30秒。等麵包稍微膨大定型的時候，立刻取出來，快速補割一刀，再馬上放回去。
這個小動作能幫助面包膨脹，打開氣孔，形成漂亮的開耳。也因為溫度不足，平常烤30分鐘就夠了，我這次總共烤了40分鐘。出爐之後，耐心等待10分鐘再切開，聽聽這聲音。看看這气孔，一切都值得。葡萄葉種的酵母菌比乳酸菌多，所以面包沒有魯邦種的強烈酸味，口感更清新。當然，它的發酵原理和廣義的酸面包是完全相同的。這種長時間發酵的面包，在發酵過程中，微生物會分解複雜碳水與植酸，等於幫我們提前做了消化工作，讓我們的腸胃負擔更小，消化起來更順暢。這就是為什麼長時間低溫發酵如此關鍵。左邊這個全美國麵粉的歐包，個頭確實長得又高又大，但是沒有參考波蘭種預遠數據，基礎發酵有些不足，內部的氣孔沒有完全打開，這也導致了麵包的開耳不夠明顯。看到這裡的寶寶，恭喜你完成了這次歐包的發酵之旅。擁有這份耐心與細心，看到最後，做什麼都一定會成功的。你希望用葡萄葉種做出哪些麵食呢？歡迎來跟肥丁許願，我們下回見。